日本再武装进程已达 99%， 军费突破 9.9 万亿日元，甚至要研发核动力潜艇了。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日本还绑定北约实现跨洲部署。这个二战后被禁止拥军的国家，眼看就要成为世界第5大军事力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日本是如何一步步重新武装到这个地步的。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被炸成废墟，军国主义受到彻底清算。在盟军占领下，1947年实施的和平宪法第9条明文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换句话说，战后的日本理应没有军队，也不能发动战争。当时许多人以为日本从此与军事无缘，只能依靠美军保护。然而历史很快开了个玩笑，冷战爆发，美苏对立升级，不到几年，美国就开始后悔削平日本武装，削过头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驻日美军被派往韩半岛参战，日本本土防务顿时成了空白。于是美国仓促要求日本组建一支7万多人的警察预备队，实际上是披着警察外衣的准军事部队。这支部队后来演变成日本自卫队的前身。到了1954年，日本在美国支援下正式成立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日本重新拥有了武装力量。尽管名字不叫军队，但人们心知肚明，性质已经大不相同。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采取了一种现实策略，一方面高喊我们没有军队，另一方面默许在美国主导下重建防务，用最低限度武装来换取美国的安全庇护。这被称为吉田路线，成为战后日本安身立命的基础。经济上全力发展，军事上仰赖美国。虽说是最低限度武装，可是在冷战大背景下，日本很快建立起一支相当可观的自卫队。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主动向日本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协助训练军官。到60年代，日本已拥有数十万自卫队员和不少先进武器。为了回避宪法禁令，所有这些都以防卫为名。战车改称特殊车辆，军舰称护卫舰，航母更戏称直升机驱逐舰。尽管如此掩人耳目，日本自卫队的规模和实力仍逐年增强。日本政府从1976年起曾承诺将军费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1% 以内，但随着日本经济腾飞，哪怕 1% 的军费也相当可观。上世纪80年代，日本军费已稳居世界前几位，装备技术水准在亚洲更是一骑绝尘。那时候的日本自卫队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实则建造出一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武装力量。空中有 F-15 战斗机编队，海上有各型驱逐舰潜艇，陆上有成百上千辆坦克和火炮。表面上看，日本没有军队，实际上他的自卫队早就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军事劲旅了。尽管武备渐渐充实，冷战期间日本还是谨慎克制，未曾将自卫队派往国外作战。但是冷战结束后，局势的变化再次推动日本突破禁区。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日本在多国部队对伊作战中仅以金援形式出力，被国际舆论讥为支票部外交，这让日本政府深感窘迫。有钱却因宪法束缚不能出兵，国际地位大打折扣。于是日本开始寻找改变现状的机会。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 PKO 协力法，首次允许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同年9月，日本派出数百名自卫队员赴柬埔寨维和，这是战后自卫队首度踏出国门执行任务。虽然规模不大，任务性质非战斗，但象征意义重大。日本军事走向海外的第一步迈出了。进入21世纪，日本在安全领域的野心更加明显。1998年，北韩试射朝鲜大浦洞弹道导弹，飞越日本领空，掉入太平洋，令日本举国震惊。这件事直接促使东京加速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引进美制爱国者反导导弹和宙斯盾舰载拦截系统。同时，日本开始讨论是否可以对敌方导弹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在当时仍属禁忌议题，但危机意识已经种下。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日本立刻配合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前往印度洋，为美军舰只提供燃料补给。
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直接支援实战行动，尽管打着后方支援的旗号，实质上已参与了国际武装冲突。2004年，小泉纯一郎政府更是破天荒地派遣约500名自卫队员前往战火中的伊拉克从事人道重建任务。尽管自卫队在伊拉克不直接参战，只驻扎在相对安全的后方，但这已经逼近和平宪法的红线。每一次日本向海外派兵的突破，都伴随着国内激烈争论和民众抗议。然而，在国际贡献联盟义务的名义下，自卫队终究一次次走出了国门。日本社会也在争议中一点点适应了这种改变。如果说上述举措还只是为了迎合美国，增强国际话语权，那么进入2010年代后，日本扩军的直接动力则更多来自周边威胁的现实感。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崛起，在东海和西太平洋的活动日益频繁，特别是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台列屿的主权争端，日本与中国的海上对峙事件层出不穷。2010年发生的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引发两国关系紧张，日本国内对中国崛起的戒心骤增。与此同时，北韩在2006年起多次进行核试验，并发射弹道导弹，射程覆盖日本全境，甚至在2017年连续2次将导弹发射飞越日本上空。北韩的挑衅令日本人切实感受到战争阴云近在咫尺。再看北方，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显示出强硬姿态。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问题也始终悬而未决。可以说，2010年代的日本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东有中国大陆崛起，北有俄罗斯虎视，西有朝鲜磨刀霍霍，连一向交好的南韩也因历史和领土问题与日本关系恶化。内忧外患之下，和平国家日本开始全面检讨过去的安全战略。2012年，主张强军的安倍晋三第2次上台出任首相，成为改变日本安保路线的关键人物。安倍提出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其实核心就是让日本摆脱和平宪法束缚，成为正常国家，能够行使完整的军事权利。在安倍主导下，日本政府于2014年7月公然修改宪法第9条的解释，革意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意味着自卫队不再仅仅只能在日本本土防卫作战，今后若日本的盟友遭受攻击，日本认定国家存亡受到威胁时，自卫队可以与盟国一起行使武力。简单说，日本可以为了支援盟友而开战，这是战后日本安全政策最大的一次法律转折，等于在不修改宪法条文字句的情况下，实际推翻了其中不交战的原则。消息一出，日本国内舆论大哗，反对声浪此起彼伏。然而安倍政府态度强硬，认为形势所迫必须扩大自卫队权限。经过一番攻防，相关法案最终在2015年9月的国会强行通过，史称新安保法。当法案表决时，国会外聚集了数万名示威民众，高呼反对，但多数议员还是按照执政党意志投下赞成票。新安保法生效后，日本自卫队的角色定位就此改变，从此他们不仅保卫本土，还可以奔赴海外，防卫日本的伙伴。法律松绑后，日本迅速将其转化为行动。自2017年以来，海上自卫队多次在远海执行舰艇护航任务。起初，自卫队只是护航驶经日本附近海域的美国军舰，但很快护航范围扩大，连开往澳洲的美军运输舰、日本驱逐舰都由自卫队派舰随行保护。2019年，日本更派出军舰和 P3C 巡逻机前往中东执行情报搜集任务，以协助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日本自卫队竟公然出现在离本土半个地球远的中东战略要冲。类似的海外行动逐渐常态化，日本民众对自卫队走出去也开始习以为常。政府顾及国内舆论，每次都声称这些任务是防御性质的贡献，比如护航是为了防范海盗，派军舰去中东是为了情报搜集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实是在一步步给自卫队的海外用兵脱敏，让大家习惯日本军事力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现实。当日本终于敢于将部队派往海外，他在国内也开始扩充更具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近年来，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了水陆机动团，
这是一支专门模仿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作战部队，具备登陆夺岛能力。很明显，这支部队的假想任务就是针对离岛争端。例如，一旦与邻国发生岛屿冲突，水陆机动团可以抢滩登陆，夺回备战岛屿。有了攻势部队，还需要搭配运输工具和火力支援。日本为此购买了美制 MV-22 鱼鹰轻转旋翼运输机，加强快速部署能力，同时开发新型两栖装甲车，提高登陆作战的冲击力。空中方面，日本早在2011年就斥资从美国引进了 F-35 隐形战斗机，并在2018年追加订购 F-35B 舰载型。为了部署这种垂直起降战机，日本破天荒地改装了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给其加装耐热甲板和引导装置，使之能起降 F-35B。改装完成后，出云号和加贺号事实上成了轻型航空母舰。这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首次拥有可以搭载固定翼作战飞机的航母平台，象征意义极其强烈。日本官方依然声称航母的用途是多功能且防御性的，例如用于防空、救灾等。但是明眼人都清楚，一艘搭载 F-35 隐形战机的准航母绝非只用来防御本土，它具备远程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标志着日本海空军力向进攻型转变。日本扩军备战的步伐在2022年底达到了一个高潮。当年12月，岸田文雄内阁通过了令世界瞩目的安保3文件，包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这套文件对日本战后的防务方针做出了颠覆性改变。首先，它公然抛弃了一直以来的专守防卫原则，首次明确提出日本可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的反击能力。换言之，日本允许自己在判断遭受威胁时，对对方本土的导弹基地等目标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种作战模式本质上是以攻代守，与传统上声称的自卫防御已截然不同。其次，新战略大幅提升了军备扩张的规模与速度。文件制定了2023年至2027年为期5年的扩军计划，防卫预算总额将高达43万亿日元，约为此前5年的2倍。如此庞大的投入将使日本军费占 GDP 比重在5年内逐步提升到约 2%， 与北约国家的标准看齐。要知道， 2% 的 GDP 投入意味着日本军费规模将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军费支出前列。日本政府称此举是为了应对严峻的安全环境，但在邻国看来，这分明是为重振军国威风、蓄积实力。新安保3文件还将中国直接点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渲染中国、北韩对日本的威胁。透过树立明确的假想敌，日本政府成功说服多数国民接受巨额军费开支。事实上，俄乌战争的爆发也给了日本舆论一剂强心针。眼见远在欧洲的乌克兰遭入侵，日本民众更容易认同必须靠军事力量自保的观念。舆论风向转变后，日本政府扩军便少了许多阻力。2023年度起，日本的防卫预算跳增至约 6.8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紧接着在2024年度预算中继续大幅成长，包含相关经费超过7万9千亿日元。而到2025年度，日本防卫相关经费将冲上 9.9 万亿日元的新纪录，相当于2022年度日本 GDP 的约 1.8%。 如此迅猛的增长，对一向习惯军费不超 GDP 1% 的日本而言，可谓天翻地覆。在财政压力下，岸田政府甚至考虑通过增税来筹措军费，引发民众议论。但总体而言，日本社会对提高军费的接受度已远非昔日可比。相较过去人们谈扩军色变，如今多数日本人更担心的是不扩军如何自保。可以说，战后体制正被日本自己一步步松动乃至抛弃，军事大国的轮廓渐渐清晰。巨额军费砸下去要用在刀刃上，日本开始全面升级武器库。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在中远程打击武器方面的突破。首先，日本计划从美国引进多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装备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和潜艇，用于对地远程精确打击。战斧导弹射程超过1500公里，这将赋予日本对周边潜在对手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此外，日本正自行研制各类远程导弹，比如改良现有的12式岸基反舰导弹，
研发增程型，其射程将从原本约200公里提升到超过1000公里，不仅可以打箭，还可以攻击地面目标。这种增程导弹还计划发展潜射版本，未来安装在潜艇上，以隐蔽威慑对手。更令人关注的是日本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投入。日本防卫省从2018年起就启动了高超音速滑翔弹 HVGP 的研发计划，并在2024年成功进行了一次试射。随后，日本方面宣布于2025年又完成了第2次试射，而且特地选在美国加州试验场进行，以回避本国法律限制。据日方公布的信息，这种称作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的武器是一种助推滑翔飞行器，先由火箭将弹头送至大气层上层，再让弹头以高超音速滑翔并机动变轨，对目标进行俯冲攻击。外界推测其射程可达1000至2000公里，足以覆盖中国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以及整个台湾地区不言而喻。日本研发此武器针对的就是谁？目前日本试射的高速滑翔弹还处于早期型，采用的是圆锥形弹头，机动能力和准确度可能有限。日本计划在2026年前让第1代 HVGP 服役，部署于陆上自卫队部队，主要用于对舰与对地攻击。而更先进的第2代乘波体弹头高超音速武器，预计要到本世纪30年代初才能研制成功。但不管怎样，日本已经凭借这几次试验，成为继中、美、俄之后积极追逐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除了滑翔弹，日本还在研发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HCM， 关键是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2022年7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成功试射了一枚小型火箭，验证了超燃冲压发动机在高空高速环境下运作的能力。这标志着日本在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技术上迈出重要一步。未来日本计划将 HCM 与 HVGP 双轨推进，一方面用 HCM 实现高速巡航突防，另一方面用 HVGP 实现弹道滑翔攻击，多管齐下增强打击手段。日本还打算针对不同目标配备不同弹头，对海上移动目标如航母将研发穿甲弹头，专门贯穿甲板，对地面目标则使用高爆弹头进行面积杀伤。为了确保打击精度，日本加紧部署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准天顶卫星网络，计划用7颗卫星为自卫队提供不依赖他国的导航服务。这些举措都透露出一个信息：日本希望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以先发制人压制对手的导弹和舰队威胁。专守防卫的招牌，如今正被一系列高精尖武器所取代。日本在努力提升硬实力的同时，也没忘记深化对外军事合作。过去几年，日本动作频频，试图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结成更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日本已经先后与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法国等多国签署或商谈互惠准入协定 RAA。 这种协定允许双方部队驻扎对方国境内进行训练演习，并减少法务手续，是高度互信的军事安排。2020年，日本与澳大利亚率先达成 RAA。2023年1月，又与英国签署了类似协定。随着越来越多双边机制作为框架，日本自卫队如今能更便利地跨出国门，在海外开展常态化军事活动。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J 战机最近首次远赴欧洲，在英国本土部署，并与英国空军联合演训。这是日本战斗机史上第一次飞离亚洲，横跨大洲执行军事任务，开创了日本跨洲部署兵力的先例。同样地，海上自卫队也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近年来，日本舰艇多次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联合演习，甚至派遣训练舰队环绕欧洲访问，与北约国家海军进行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是连续2年受邀出席北约峰会，成为北约史上第一位出席峰会的日本领导人。岸田在峰会上明确表示，日本愿意加强与北约在网络防务、太空、海洋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北约方面一度考虑在东京设立联络办公室，使日本成为北约在亚洲的桥头堡。虽然这项计划因法国的保留意见暂时放缓，但日本与北约的关系之紧密前所未有。可以说，东京正在积极寻求脱亚入欧的安全角色，把自己绑入美国、
北约主导的全球军事联盟体系。从前那个战败后被美国管束的日本，如今摇身一变，要当美西方阵营在印太地区的急先锋，让人不胜唏嘘。除了紧跟美国，日本也试图成为军火出口的新玩家。长期以来，日本对武器输出有严格限制。1967年，佐藤荣作内阁制定了武器出口3原则，基本禁止武器出口海外。即便2014年安倍政府将其改为较宽松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也仅允许向和平国家出口非杀伤性装备。然而最近情况出现改变，日本防卫省的专家会议建议进一步放宽规则，允许向面临威胁的友好国家无限制地转让杀伤性武器。岸田政府也在研究修改相关法律，为军备出口开绿灯。目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出口雷达，并打算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巡逻船，下一步甚至可能供应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等进攻性武器。比如菲律宾传出有意购买日本的12式反舰导弹，用于加强自身海防。如果成行，这将是日本首次出口致命武器，具有突破性意义。同时，日本还积极参与国际军工合作项目，例如与英国、意大利合作研发第6代战斗机。这个称为 GCAP 的计划意图在2035年左右推出新一代隐形战机，取代日本现役的 F2 战机。透过国际合作开发，日本不仅能分享研发成本，也为未来共同市场销售铺路。由此可见，日本已不再满足于只买不卖的角色，而是准备成为世界军火供应链中的一员。只要政策松绑，日本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实力很可能令其军工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日本再武装的议程上，有一项曾被视为绝对禁区的内容，如今也被悄然提起，那就是核动力潜艇。长久以来，日本虽然拥有一支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部队，但从未碰触过核潜艇领域。一方面是因为和平宪法和无核3原则的政治限制，另一方面也因美国保护伞下无此迫切需求。然而最近情况出现了微妙变化。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一个专家小组在提交的报告中公然建议，自卫队应该研制下一代动力潜艇，重点考虑以核反应堆为动力的潜艇，同时配备垂直发射系统以发射远程导弹。这份报告一出，立刻引发日本社会讨论。执政的自民党和在野的日本维新会等保守派政治势力对此颇为赞同，认为周边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甚至未来的韩国都有或计划拥有核潜艇，日本也不能落后。核潜艇相较传统柴电潜艇，优势在于续航力和潜航时间极大增加，可以长期隐匿在远洋深处执行任务。如果日本掌握核潜艇，不仅意味自卫队能在整个太平洋自由巡航，甚至有能力远赴印度洋，在更广阔的海域对对手构成威慑。技术上，日本造船工业经验丰富，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些企业早已具备先进潜艇设计制造能力。核工业方面，日本拥有数十座民用核反应炉运行经验，培养了大批核工程专家。可以说，研发核潜艇对日本而言并非天方夜谭，更多只是决心和时间问题。一旦启动，日本可能参考美英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的 AUKUS 模式，寻求盟友技术支援，或者依靠自身技术积累，独立研制小型核反应堆搭载于潜艇。无论路径如何，这都将是对亚洲安全格局的重大冲击。毕竟核潜艇可以搭载战略武器，在水下长时间潜伏。若日本获得这种水下杀手锏，区域军备竞赛很可能进一步升级。值得强调的是，日本研发核潜艇本身并不违反和平宪法文字，宪法禁的是核武器，不是核动力，但却冲破了日本常年奉行的无核3原则，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承诺。虽然核潜艇动力不等于核武装，可一旦日本拥有了核技术军事化的成果，无疑离真正拥有核武器又近了一步。日本现在每年从核电反应堆提取的布库存高居世界前列，理论上造几千枚核弹头的材料都不缺。如果未来国际局势巨变，美国的核保护伞靠不住了，日本内部右翼势力很可能会私下无核伪装，主张自行研制核武器。而有了核潜艇这种运载平台，
日本发展海基核力量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目前看日本政府还不至于明目张胆跨越这条红线，但核潜艇研发一旦启动，就象征着战后日本在军事领域最后一块禁区被打破，这对邻国的心理冲击将是巨大的，对全球核不扩散体制也是一次重创。可以说，日本在武装的进程中，最后这1%的禁忌正在被触碰，环境风险不容小觑。纵观全局，战后70多年来，日本已经将专守防卫一步步掏空，如今的自卫队实力早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我们不妨盘点一下日本手中的军事家底。首先是钱袋子，2025年度防卫相关预算高达 9.9 万亿日元，约合600多亿美元。这一数字在全球军费排名中跃居前列，预计未来几年日本军费开支将超越英国、法国等传统军事强国，直逼印度和俄罗斯，稳居全球前5。如果把美国、北约等盟友算作日本的后盾，日本更是有恃无恐，可以调用的资源不可小觑。再看自卫队兵力和装备，陆上自卫队现有约14万人，虽人数不算庞大，但精炼实用，拥有先进的主战坦克如10式、89式装甲战车，各型火炮和导弹部队星罗棋布。海上自卫队更是日本的骄傲，现役舰艇总吨位在世界仅次于美中俄，驱逐舰数量甚至多过英法海军总和。4艘配备宙斯盾系统的金刚级和爱宕级驱逐舰，使日本具备区域防空和弹道导弹拦截能力。新服役的摩耶级更进一步强化反导性能。常规潜艇部队拥有22艘现代化舰艇，包括最新的大鲸级和苍龙级潜艇，安静性能全球领先。一旦未来换装核潜艇，海自将更上一层楼。空中自卫队则拥有约300架各型作战飞机，其中主力战机 F-15J 约100余架， F-2 战机近90架，另有最新引进或订购的 F-35 隐形战机将超过150架。空自还自行研制并部署了预警机，如 E-767、空中加油机、电子战机等高端支援机种，使其空中作战体系完备。这样的空军实力即使放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更不要忘了，日本在太空和网络领域也紧跟潮流，成立了太空作战队和网络防卫队，为未来高科技战争做准备。总的来说，撇开法律层面的称谓，日本现在实质拥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能随时投入作战的现代化军队。正因如此，不少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其实早已是世界军事强国之一，只是缺乏核武装和正式军队名分而已。如今，随着军费暴涨和战略转型，日本正迅速缩小与那些传统军事大国的差距，成为仅次于美俄中印的第5号军事力量。这一点无论承认与否，都已成为现实。那么，日本距离全面军事大国还差些什么？可以说，最后的门槛就在于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尽管日本政府通过重新解释和立法已经架空了第9条的限制，但毕竟宪法文本仍在，形式上日本还是否认交战权，自我设限。要真正名正言顺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日本执政势力其实很想干脆修改宪法，将自卫队正名为国防军，明确拥有军队地位。安倍晋三生前一直强调要修宪，他也曾取得国会修宪动议权，但碍于国内民意的隐忧和政治时机不成熟，始终没能付诸公投表决。岸田文雄起初对修宪态度谨慎，但在朝野保守派压力下，也口头表示会推进讨论。然而修宪牵涉社会舆论撕裂，程序上需经全民公投同意，政治风险极高。多数日本国民虽然支持强化防卫力，但提到要改掉第9条，内心仍然犹豫不决。究其原因，战争的记忆、周边国家的疑虑，以及和平宪法作为战后日本身份的一部分，早已深入人心。日本民众享受了70多年和平繁荣，要他们主动放弃不战的承诺，心理上一时难以完全接受。因此，日本政府目前采取的是迂回战术，不急于硬碰硬修改宪法文字，而是透过解释扩权和行政立法，把该做的军事准备都先做了。于是就出现一种微妙局面，宪法的字句依旧写着和平，现实的军备却日趋进攻。日本政客对内宣称我们依然遵守和平宪法，对外则暗度陈仓，完成各种扩军布局。
和平宪法沦为了一块遮羞布，挂着不用，但又舍不得扔。对保守势力而言，这块布或许迟早要摘掉，可对许多日本人而言，正是这块布让他们在国际上能以和平国度自居。日本再武装的狂奔，周边国家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尤其是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和韩国，对日本军事动向高度警惕。中国外交部多次严厉批评日本扩军，指责东京违背和平承诺，挑动地区紧张。每当日本公布新的安保政策或军备计划，北京方面往往迅速回应，提醒日本不要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在军事上，中国也采取措施加强对日威慑，例如频繁在日本周边海空域组织演训，以实际行动展示军力。此外，中国加速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提升海空军现代化水准，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应对日本和美国在亚太的联合军事压力。韩国方面同样对日本的动作格外敏感，韩国政府曾多次表态反对日本拥有可打击朝鲜半岛的武器，要求日本在安全政策上慎重，不要伤害邻国人民的感情。尽管近年来韩日因共同面临北韩威胁而有一定安全合作，但韩国民间对日本的不信任依然深沉，一听到日本要扩军，就怀疑日本是不是还想恢复昔日殖民野心。至于北韩，更是公开以日本为假想敌，声称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平壤每次试射导弹都说是对日本和美国的警告。事实上，北韩发展核武的一个重要借口正是防备日本再侵略。可以说，日本扩军在东亚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增加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除了邻国的担忧，国际社会对日本军事动向也褒贬不一。美国作为日本的盟友，表面上欢迎日本分担更多安全责任，甚至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有人鼓励日本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 5%。 虽然这更像是漫天要价，美国五角大楼对日本大手笔购买美制武器，协助遏制中国表示支持，但另一方面，美国也不愿看到日本走向军事自主甚至拥核，因为那可能削弱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动摇美日安保同盟的基础。可以说，美日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日本扩军要在美国主导的框架内进行，不能偏离轨道太远。欧洲国家则普遍对日本的转变反应平淡。一方面，欧洲正忙于应对俄乌战争威胁，对远东局势关注有限；另一方面，欧洲一些国家对日本靠拢北约持保留态度，如法国就反对在东京设北约办事处。不过英国、法国等也开始加强与日本的防务合作，派舰队来亚太巡航，似乎默许日本成为牵制中国的盟友。至于东南亚国家，则一边接受日本的军事援助，一边防备日本的动机，不希望东亚强国对抗波及自身。总体而言，日本重整武装引发的地缘影响是复杂的，它既可能加强对某些共同体系的贡献，如联合遏制北韩、中国，也可能加深大国对抗，让地区局势更难预测。70多年前，东京审判的法锤声仿佛仍在历史的记忆中回响。70多年后，我们却再次看到日本军人在海外操枪弄炮的身影。从一辈子不再战争的誓言，到必要时可以先发制人的新安保战略，日本用了几十年时间，完成了一个惊人的角色转变。有人感叹，和平宪法塑造了战后日本的灵魂，如今这灵魂正被现实一点点侵蚀剥离。也有人辩称，国际风云变幻无常，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自强武装。无论怎样，日本再武装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正在见证一头沉睡的军事巨兽逐渐苏醒。未来的日本究竟会守住仅存的克制，还是彻底甩开历史包袱，奔向军事强国之路？这个问题的答案攸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不禁要问，当日本彻底完成那最后 1% 的军事化转身时，亚洲将迎来什么局面？是日本更有能力自保，从而维持平衡，还是军备竞赛失控，导致新冷战抬头？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对任何一个曾经点燃战火的国家保持警惕，绝非多此一举。毕竟，从前那个号称不战不武的日本正离我们远去，一个武装到牙齿、雄心勃勃的日本即将出现在世界舞台。对此，所有热爱和平的人都不能不深思，我们准备好迎接这样的日本了吗？